经过一系列波折，美伊还是走到了谈判桌前，只是结果却不如人愿。在谈判之前，伊朗的小动作就没停过，先来一出无人机骚扰，然后又临时更改谈判地点，甚至是弹道导弹都进入了实战部署状态。种种迹象都表明伊朗不惜一战。美国的态度也是如此，除了不断加大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在谈判开始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更是直言，美国仍有诸多其他选项，是什么不言而喻。那么美伊谈判的结局是什么？伊朗会不会做出让步？中东的局势又会如何发展？2月6日，在全世界的目光下，美伊谈判在马斯喀特举行。美方代表团由总统特使史蒂文·贝特科夫等人率领，而伊方则由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代表出席。之前双方是在不同地点谈判，这一次好了一点，处于同一办公地点，但不同是依旧没有直接对话。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作为传声筒，往返传递信息。根据目前流出的消息来看，由卡塔尔、土耳其和埃及等国组成的调解方为伊朗与美国拟定了谈判的核心框架。根据这份协议拟议框架，伊朗将承诺3年内停止铀浓缩活动，3年之后，伊朗同意将铀浓缩丰度限制在 1.5% 以下。目前持有的高丰度铀库存全部移交至某第三国，其中包含约440公斤为 60% 的丰度铀。除了核问题之外，调解方还提议，伊朗应承诺不向其中东地区的非国家盟友转让武器及相关技术。依据这一框架，伊朗方面还应保证不会率先使用弹道导弹。说实在的，这个方案其实还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方提出的3项要求分别为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限制其弹道导弹项目、终止其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第一轮谈判结束后，美伊双方都觉得不错。特朗普在总统专机空军1号上表态，美伊在阿曼举行了非常好的谈判，伊朗似乎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伊朗外长也表示，谈判开局良好，双方也就继续谈判达成共识。只是谈判具体好在哪儿不知道，调解方提出的这种方案也不知道美伊是否会接受。本周美伊将准备进行第2轮谈判，地点估计还是阿曼，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不过就火力军来看，马斯喀特的谈判桌上几乎不可能诞生一份一劳永逸的全面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已经明确表态了，伊朗在伊美谈判中有2条红线，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就本国导弹事宜进行谈判。但特朗普反复强调，伊朗必须实现零核能力。火力军猜测，谈判陷入程序性僵局，并提前休会，双方在谈什么的问题上无法妥协，只能发表一份承认分歧严重，但同意保持外交渠道开放的声明，然后各自离开。对于伊朗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接下来就将开启美军的怒海狂涛剧本。尽管前景不被看好，但伊朗显然没有坐以待毙。伊朗正在谈判桌外多线并举，试图展示实力，增加筹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高调展示其地下导弹城。伊朗迈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萨维亲自带队视察了一处新建幕的地下导弹城。所谓地下导弹城，其实就是伊朗这些年不惜重金打造、建在地表下的加固军事设施，用于储存、维护和发射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这是伊朗防御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旨在保护其庞大且不断壮大的导弹库，避免在冲突中被发现和摧毁。根据路透社援引多家国际智库的评估，像这样的地下导弹城市，伊朗至少拥有5座，分布在包括首都德黑兰周边、科尔曼沙赫、塞姆南等多个关键省份，以及紧邻波斯湾的地区。这些地下导弹城市保有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储备，包括射程2000公里的尼什、射程1700公里的艾马德、射程2000公里的加德尔等导弹。而本次视察的核心主角，则是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已经进入实战部署状态。伊朗官方称，这是其最先进的导弹之一。随之，这枚导弹的参数也被公之于众，射程2000公里，足以覆盖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基地，以及以色列全境，能携带重达1500公斤的弹头。最关键的是，其命中精度据称在30米左右，并且在大气层外的速度可达16马赫。伊朗方面直言，展示这种导弹就是向美国及其盟友传递一个明确信号：伊朗坚定维持自身防务能力。与新型导弹同时亮相的是伊朗军事战略的公开转型。穆萨维在视察现场明确表示，在经历过去年6月与以色列的冲突后，伊朗的军事信条已经从纯粹的防御转变为进攻性的。他阐述的新战略核心是，一旦遭到攻击，伊朗将实施闪电式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不过说白了，伊朗视察地下导弹城本质上是一场危机公关，试图将之前海上挑衅被反击的被动叙事扭转为直观展示实力，以增加谈判筹码的主动叙事，向美国乃至全世界展示力量，证明自己有资本回到谈判桌，而不是因为害怕才回来。
那么这场精心策划的武力展示真的能够如伊朗所愿，起到威慑对手的作用，促使伊朗在谈判中掌握主动权吗？恰恰相反，火力军认为这一系列操作非但不是自信的体现，反而暴露了伊朗的焦虑。真正的威慑在于未知与不确定性。最高明的牌手永远不会在谈判开始前就把王牌摊在桌上，而伊朗却让自家总参谋长带着摄像机走进导弹城，将最先进的导弹参数细节公之于众。这无异于在告诉对手，看，这就是我最好的牌。这种明牌打法首先暴露的就是自身的战略资源，你最强的导弹部署在哪里，性能几何，都成了对方情报部门可以针对性研究的公开资料。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一个致命的心理信号，你害怕对方低估你，所以必须用最高调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这与穆萨维嘴上的强硬形成了微妙反差。伊朗的外交态度也说明了伊朗的心虚。前一天，穆萨维还在喊伊朗不惧战争，次日，外交官巴盖伊就在社交媒体上呼喊和平。短短24小时内，伊朗就向全世界展示了自身的犹豫不定，让全世界看到了伊朗内部的矛盾。革命卫队等强硬派需要靠展示武力来维系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和资源分配，他们信奉以战止战，而外交部等相对务实的部门清楚国家承受不起与美国全面冲突的代价，需要通过外交解除制裁。最后形成了一个伊朗两种声音的乱象，让任何对手都能一眼看穿德黑兰的决策核心充满了犹豫和内耗。他们既想用战争威胁来吓阻对方，又极度害怕威胁真的引发战争。带着这种状态参与谈判，伊朗真的有可能在谈判中获得想要的结果吗？答案很明显，不会，这反而造成了谈判僵局。我们重新回想一下，面对此次谈判，伊朗都做了什么？无人机的骚扰试探展示了自身对美国航母群到来的不安，消耗了美国的耐心；临时变更谈判要求，暴露了伊朗对多边谈判的深度恐惧，消耗了本就稀缺的外交信任。这种在高压下反复摇摆的行为，等于说自己无意谈判，迫使对方也采取更加强硬的回应，最终外交解决的空间被急剧压缩。在穆萨维视察当天，卢比奥已经明确画下了美国的红线，他公开表示美国已准备好谈判，但谈判必须涵盖其导弹和核计划，并进一步列举了美方的要求，包括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射程，终止对地区代理人武装的支持等。美国的核心关切非常明确，永久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弹道导弹本质上是核武器的运载工具，美国越忌惮什么，伊朗就越向美国展示什么。这种强硬姿态非但不会让美国及中东其他国家安心，反而会加剧其疑虑。一个不惜代价也要保有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国家，其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伊朗的明牌直接让这种矛盾公开化，只会促使美国在谈判中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最终这可能导致一个讽刺的局面：伊朗本想用导弹威慑来增加谈判筹码，换取谈判中的主动权，以期达成理想效果，结果却因为死死抱住导弹不放，反而让美国认定其威胁巨大，非但没有创造优势，反而彻底锁死了谈判的议程。事实也确实如此，就在谈判前夜，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再次明确划出美国的核心目标，实现伊朗零核能力。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则重申，此行目的是寻求一个和平、双方认可且体面的谅解。体面二字精准地反映了伊朗此刻的核心诉求，在重压之下，他们需要一份至少表面上能向国内交代的协议。这意味着谈判从第一分钟起，双方在议题范围上仍存在根本分歧。伊朗坚持只谈核问题，而美国坚持必须包含导弹计划和地区代理人问题。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关注着这场谈判。以色列时报报道，调解方正积极游说双方在谈判时签订一份互不侵犯条约，目的很直接，美伊相互承诺不以对方为攻击目标。这一约束将延伸至双方在中东的所有盟友及代理人。对于中东国家来说，要求这点很正常，他们担心伊朗导弹覆盖全境的威胁，也极度担忧美伊一旦擦枪走火，战火将吞噬整个地区。对他们而言，无论谈判结果如何，一份能约束双方行为的安全保险，比一份复杂的核协议更为急迫。然而，这份好意却让局势更加微妙。对伊朗而言，接受它意味着必须公开约束其支持的真主党等盟友，这触及了其战略资产的核心。对美国而言，则意味着必须保证以色列不会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然而，就在谈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还强硬表态，若遭攻击，以方的回应将远超去年的12日战争。因此，这份协议几乎从诞生起就预示了其坎坷的命运。对于伊朗来说，这几次同美国交锋可谓是军事、外交全线崩盘。事实上，美国的航母不会离开，伊朗的导弹城也不会敞开大门。外交上极限施压与反制威慑的恶性循环可能将成为新常态。心理上，双方被消耗的耐心及外交信任，绝非一两次会谈可以化解。面对美国画下的红线，留给德黑兰体面退场的机会真的不多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伊朗是为了生存彻底放弃核武，还是会选择在僵局中继续硬扛，等待奇迹发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